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集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我是 Ella。今天我们想讲讲全世界漂泊，这些30家女性都去了哪里。 Ella， 我想问问你啊，你从小到大住过哪些地方？我住过我住过重庆，我住过深圳，我住过伦敦，我住过巴黎，我住过巴西圣保罗，我住过中国香港，我住过葡萄牙里斯本啊，5个手数不出来。哇，应该我先来说的，否则的话我的这个 list 就没有这么 impressive 了。我从小是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18岁的时候去了美国在农村东北部的这个小农村上大学。上完大学之后，我就去了波士顿工作，在波士顿呢也住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机会把我带回了国内在杭州工作了1年。杭州之后呢，我又被公司派到了纽约外驻。纽约住了1年，在纽约之后我又回到了波士顿去上商学院。商学院之后留在波士顿，最后在今年的3月份搬来了葡萄牙里斯本。所以城市可能有好几个，但是国家的话目前是第3个也是第3个州。对，那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称之为是第3文化中成长的孩子。对，女性对，第3文化。那要不你给大家定义一下什么是第3文化呢？这个我得读哈，因为这个第3文化是一个定义来的。其实它指的就是孩子在父母和本土文化以外成长所吸收到的文化。我自己的这个背景其实跟你也差不多，也都是就是通过留学的方式，然后就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然后呢，我是因为刚开始是从英国开始读书，然后从初中开始，然后一直读到了大学。完了之后在就上大学的时候又去了这个法国巴黎，又去了这个巴西就是圣保罗。然后在巴西待了几年之后，就觉得哎呀好像也有点想回去看看。然后呢回到当时在中国香港，然后我觉得待了6年之后，我跟我先生我们在那个地方认识的，然后从那里一起就觉得好像我们现在又想回到欧洲。因为你先生是欧洲人。对，他是德国人，然后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就是比较适中的，就不是特别冷也不是特别热的国家。就是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可能看不出到底是冬天还是夏天。对，其实很难说，因为这个如果在波士顿，这就是一个稍微冷一点的夏天。然后一看我就是在热带住惯的人。对，我是在波士顿来的，所以今天这一天我穿着就像没穿一样。但很好看，你展示一下。我觉得这个衣服我还没看出来什么东西。对，这其实又是一套我的好朋友设计师 Costanza and Trudeau 的这个衣服，而且是他的最新的一季2024春天夏天。我真很喜欢这个裤子绝对是我的。对啊，大家看我配的鞋子。Costanza be proud of me。这个好看。OK， 我们现在继续回到这个话题，关于第3文化的。对，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我觉得想就是用文化来让大家连接，就是每一个人与每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而且现在的世界有没有感觉越变越小？是的。我们可以随便hop on an airplane， 对吧？随便跳上一架飞机，几个小时之后你就到达了纽约，就到达了上海。上海没有这么近了 I wish。 但是真的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想要去任何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人和人之间似乎因为这过去几年其实全世界都发生了一些比较这个 nationalism 的这个改变哈，所以又同时让你觉得好像人和人之间又远了。所以很难讲清楚这到底是一种这个什么样子的体会。尤其 Ella 和我因为年纪也相仿，我们出国的时候都是正在快速 globalize 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说而且也在我们青春期。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的影响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应该不断的 globalize，就是应该不断的开放，大家融合你可以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寻找到机会，寻找到一个这个生活right？但是呢也在我们过去的这个5年10年当中，其实慢慢的这个 undercurrent 就开始改变了就其实这个世界一直是经历一个 cyclical 有上有下，一会儿是开放，一会儿是收紧那我们也经历了这个开放和收紧的2个过程。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大家有没有同感哈，就是在小红书的这个万千这个世界当中哈，你经常会看到有些人的评论和你是很相似，但是有些人的评论你会觉得
what the， 对对对 right， 你就会觉得，哎，其实为什么有些人的出发点和跟你这么不一样？对，这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文化的这个浸染的不同我们所处的所谓的上下文都非常的不同。我觉得作为第三文化成长中来的这个人来说，有一点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你的 open-mindedness，就你对什么事物、对什么样子的这个opinions，你都有一定的接受能力，你也不觉得世界上有。黑有白都是灰的，对吧？对，我觉得就是一个 rainbow color。对对，你说的好。Pun intended。而且我觉得就是有这个文化融入这个能力，也能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就比如说，我想问你，你觉得你在美国这么多年，你能融入吗？还是你有没有试过想融入？那一定是试过的我觉得其实我在融入这一点上的心路是大概这样：18岁去到美国，进入一个大学的环境，不管你是出国读大学还是在自己国家、自己城市读大学，你都会有这种融入的压力，对吧？我很少认识任何18岁的小孩，就是非常安于自我，就是他非常有安全感，他觉得我就是要做自己，很少那个时候会被认为是怪人，对吧？那18岁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这种要 fit in 的这个desire， 这其实也是一种生存能力对吧？对，这其实进化论里面，你就是可以融入，你就是可以有集体感，那你可能就活得比较长。对，这是一种天性。那我当时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所以其实我才花了几个星期我就发现，哎，美国东北部的大学的女生都是穿这些衣服，这个包都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鞋子都是这个样子的，下雨天他们都穿这个雨靴对吧？然后冬天他们都穿这个外套。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就是好看的，我就是觉得是想要的。然后我也就买了人生的第一个望上包。你好有品味啊！这什么品味？这只是你照抄对吧？但我抄错了，我小的时候买了什么？我小时候我就讲在英国土语里面有一个词叫 chaff。Oh my god， 听上去就有点不好听。因为我是住在那个英国南部，很土的地方，然后那边的女生都穿那个 tracksuit。Yeah, you can imagine。然后就是我变成把自己就是觉得想融入，就变成了 chaff。然后对这个很搞笑。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就是公布一下小的时候照片，简直是太搞笑了。对，然后每天那个妆化的特别浓，然后就会有人那个时候的特色嘛 ，smoky eyes。对，然后那时候就上学也化很浓的妆，然后大耳环那种的，圆圆的那个。我要看照片。对，很搞笑。人家说，哎，你是去演出吗？对，那其实我踩这个就是踩这个节奏还是踩的比较准我说实话，那个我的年级里面的其他的国际学生，然后会跟他们说，哎，你有没有发现大家都穿这个鞋子或者什么包？他们都一个个说没有然后我就觉得是我太敏感，是我太你是有洞察力我其实确实是在这方面，说实话，你说敏感好吗？我很难说，就是你会觉得，哎，因为你看到了这些不同点，所以你知道自己是不一样的。包括之后有机会，我可以讲讲去 sorority， 就是姐妹会，去 rush，想要加入姐妹会这样一个过程，就真的是很尴尬。你不仅是作为一个黄皮肤的这个亚洲人，你还是一个外国人，这其实是一个双重的这个 other 的一个身份，对吧？就是你真的是跟当地的这个学生不一样的再不一样，不能再不一样。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当时是有这种想要 fit in 的想法，有一种求生的本能直到就是大3、大4吧，我才慢慢觉得，哎，其实我就做我自己这种存在独特的存在，其实就是我的价值。其实我有一些这个感想在大学里面这些让我发生转变的一些milestone 的一些事件，我把它写在了这个申请哈佛商学院的文书当中我的故事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坚持就是展现我自己的不同，因为我展现我的不同，我把这种不同的 perspective 带到不管是教室还是办公室，其实是对于周围人的一种正向的贡献，对吧？因为如果你愿意学的话，你愿意听我的这个文化背景，你愿意去这个了解一个全新的世界的话，那对你就是有益的。对，我相信现在的世界，就特别是在这1、2年这个 celebrate 我们的不同是绝对的顶峰的，我觉得对，从来没有这么正大光明的，就是 I'm gonna celebrate 我的 difference。没错，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可能在某些文化当中还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难去，因为毕竟你跟就大部分的人，特别是那个本土文化比较强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点难。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也非常幸运
能够来到里斯本这样这么开放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地方，然后又温柔又温和，没有一个文化是非常 dominant 的。对，它都是非常的这个 peaceful， 然后真的是有那种很舒服的感觉。当然，其实也不完美哈。如果你是巴西女性的话，你在这儿就会受到歧视，所以其实还是相对来说，对。然后说到你刚刚讲的这一点，就是表现自己的不同已经到了一种巅峰我其实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也是我的这个真实的感受，就是我有点后悔把自己的这个英语当中的这个 accent 口音给弄丢了，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多少都会有一些中文的这个口音嘛，对吧？但是在这个想要融入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大的一点就是我想把我的口音给抹掉。对，当然的是第一件事，对，你第一件想的事情就是我怎么样跟上去不一样，对，跟别人一样。所以其实我当时就做了很多这样子的努力然后有些人第一次认识我的时候，他就会摸不着头脑，对吧？就你有一个unusual name，my name is Chen，but you sound like you're someone from I don't know Ohio or Boston，那你到底是谁，对吧？那我还要再去解释我的背景是这样的，然后就。当我用一种非常纯正的英语去解释一些非常 exotic 的文化背景的时候，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有点 shocking 的一件事情我当时就觉得说，如果我保留了我的一部分的这个口音我要去让美国人来习惯我那才是一件能够真正推动一些改变的事情因为大家如果对美国文化熟悉的话，美国人其实是非常强势的一个文化对，他们连那个自己墨西哥后裔都不会讲西班牙语的对，还觉得很骄傲对，还很骄傲，讲一句话就觉得很bravo 对他们我最喜欢开的一个玩笑就是我在美国上西班牙语课一个美国的这个 bro 他就说Como estás Carlos oh my god I speak Portuguese I speak Spanish with a Portuguese accent我现在已经不会说西班牙语，因为葡萄牙语的 s 是翘舌的。对，应该是 Como estás? Como estás? Carlos 完蛋了，我的这个 s 已经没有了。因为因为你现在又学了这个第3门语言，母语对。我小的时候会觉得就是你英文就会讲另外一个语言，然后呢就因为你跟别人不同嘛，你就有那种就是与众不同。在中国不是要与众不同嘛？对啊，然后染个黄头发，对，就觉得自己那个 smoky eyes， 戴一个大耳环 ，people guessing，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你这女的是哪里来的对，这女的就那种眼光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对我来说在英国其实比较好融入，我在英国融入的比较就是很顺利，对我来说最艰难的是在法国对，这是我觉得每天都是很艰难的就是很 embarrass 我自己的那种感觉，真的因为法国人很傲慢吗？巴黎人我不能说就是其他法国的地方我记得在我们学校就是我们学校还是法国人居多嘛，当然有很大一部分的那个国际学生，然后我就当时因为我还是用英国的方法呀，我要跟当地的人在一起对不对？对，然后我就经常跟他们混，去他们的那个我们叫刷黑的意思就是说晚上的一个 evening 那样子。Sorry， 刷黑。然后就是一个就是谁朋友家的那个 party，然后经常去了之后呢，我就是为了让学法语学得快一点，然后就憋足各种就是绞尽脑汁，就讲了那么一句。然后但你知道，它不像。就是在英国好像我觉得淳朴一点吧，但在法国就是他们就抽着烟拿着酒就这样看着你讲了一大堆之后，他们就说 so。哇，对 ，so 他用英语讲 so， 没有，就是用法语就对 ，hello 就是 hello， 然后呢，对啊，然后你就在想，你难道没有反馈吗？你给我一点反馈啊！就是他也不纠正你，然后呢，他也不那个跟你的这个接下，他觉得你很无聊，或者觉得你就特别笨在这个方面。哇！所以对我来说，学法语是非常就是我真的是又爱又恨的一个语言。然后当然我的法语不能说流利，但是这个生活上够用。你被逼出来了。对，就是被逼出来。然后但是只是我每次跟法国人讲话的时候，我就会很自卑，然后就会觉得我讲的太慢，然后怕他们现在我不会了，肯定有人评论说我去巴黎买地铁票，明明他会讲英文，然后他不跟我讲，就不给我解释。也会有人说你就是应该融入什么？对，也会有人自己 PUA 自己，都会有。是。其实，在葡萄牙，你的葡语并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大家都会讲英语。这边英文能力太强了 ，Cheers！ 对，真的。但其实也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很强势、很骄傲的这样一种。对，一个当然以前也曾经是这个殖民的这个头头哈但是现在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一个民族。对，也非常的快乐，就是阳光啊、海滩啊，对，好吃的东西啊，没什么道理不快乐。那其实这样子的这种性格是非常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所以我在里斯本的时候，如果说我想要去 practice， 我想要去练习我的这个葡语，如果我憋出一句话，上次其实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家里椅子没有我要 host 一个这个晚餐我就去楼下的餐厅，我那个手机提前查好，我说我要借2个
椅子，然后提前已经在脑子里面想过了，对，我已经念出来过了，对。然后我过去之后，当着这个整个店，那店里面全是葡萄牙的那个老爷爷老奶奶，然后我就对着那个店家我说能不能借我3把椅子？我明天早上还给你。对，然后他很耐心的听完，特别的那个乐意啊。其实我说我马上就还给你，然后他就特别开心，他说你拿，然后说你明天早上还，明天早上，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受 validate。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这个正向反馈，你会对这个语言、对这个文化、对这个民族会更有兴趣。对，确实是。我觉得我也有同样的这个，因为我在巴西住过嘛，所以我早一点，我比你学葡语学的早一点。但也讲的不咋地哈。然后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刚落地里斯本，我就想显摆我的葡语呀，巴西葡语，对，一句都听不懂了啊，真的。对，因为他那个这边的那个差异发音，对，他这个巴葡跟这个普，我觉得有很大的。你说是你说的话他们听不懂，还是他们说的话互相都听不懂？哇！我记得我第2周我去买那个葡国烤鸡的时候，那个大叔他就很不喜欢，我觉得他可能他有点那个觉得这边美国人太多了嘛，然后而且他们都是 take for granted 的那种，然后从来也就挺不礼貌的，我觉得有一部分哈，走到什么样的人都有，在不对，林子大的什么都有，他就是有在我前面就有美国人，就是我不知道是游客还是怎么样，就是I want this one that one， 就是非常的就是很 bossy 的那种，然后那个老爷爷就有点翻白眼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你很不尊重我的文化，你不要吃我的这个东西，然后又很不礼貌。后来到我的时候，我之前去买过，第一次我是跟他用英文说的，因为我怕别人听不懂，然后第2周我去我就用葡语说，我第2周缓过来一点了。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突然会讲葡语了？然后他还把他老婆在烤鸡，他说他会讲葡语了，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说我不是，我说我自己以前怎么样的，然后他就非常开心。从此之后他见到我都是笑脸，然后有的时候我在街上遛狗碰到他，他就跟我打招呼，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就是拉近了你跟就这个当地文化，对，因为你尊重了他们这个文化，他们是反馈，他们很感谢你的，非常感谢。对，我觉得2件事情对葡萄牙人特别受用，一个是你讲一些葡语，对吧？试图去讲葡语，另外一个就是告诉他们你喜欢他们的国家，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你过来，他们会非常的骄傲。对，确实是我这个是平心而论的哈。其实我想讲一个我的认识的一个这个也是从美国过来的移民哈，他其实是美国华人，他在美国已经入籍很多年了，所以他大概50岁出头，他搬来葡萄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华人在葡萄牙是受尊敬的不是说你的地位比别人高，而是说就是你至少被所有的人认为就是平等的，对，不像我们在美国，有的时候你好像是要证明些什么，所以其实他说这一点的时候，让我也觉得挺感慨的，因为虽然我可能没有像他那种这个经历啊，因为他被这个可能美国接受的这些歧视是比我要严重一些，他去的早但是我还是。突然就是他好像提醒了我，其实不是你的生活不一定是要很困难的，对吧？我就觉得在美国就是一种hard 的模式，一直在这个要去攻克一些难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你是不用去接受的所以其实这一点就是在葡萄牙生活之后，我会发现，其实生活可以很简单的。当然我也想说哈，其实刚刚也提到，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有葡萄牙也有一些反移民的，包括就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把当地的物价给提高了，there's some truth to it。我觉得其实我们也要就是有自知之明嘛，对吧？就是看到我们自己对于一个经济体的一个影响，对于一个社会的影响。但是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其实我们也是一种特权，因为我跟安拉个子小小的，长得 OK，对吧？而且又是就是华人女性，就是 we're not threatening。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没有人会觉得我们是要打砸抢的，没有人会觉得我们是要威胁到对方的。但是实际上，我的 partner 他比较高，而且他对于葡萄牙人来说，肤色和头发比较金，就比较 blonde，所以很明显就是被白的那个特别有特权的白种。没错，因为葡萄牙在南欧嘛，就是人比较深色一些，人比较矮一些，所以他们经常看到更高的或者说皮肤更白的，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想到那些英国人暑假来 party 的那种，对，或者说就居高临下那种北欧人等等西欧人等等，所以其实他们对于我的 partner 这样子的这个外形就会觉得有一点受到 threatened那其实他所要面对的问题就不太一样，而我们说实话就是你怎么着都不会错。对，确实，我觉得我觉得我在这里确实觉得女性，我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很安全。对，这个社会安全感给我感觉就是觉得我可以一个人出去干很多事情，然后绝对不用担心我的钱包或者怎么样。对，我从来不像你在巴黎被偷了3次。对，在巴黎那个要请听下回分享。
对我其实对于 identity 这个话题挺有感受的哈，不仅因为我这个当时申请商学院的时候的文书就是写的这个话题，而且也周围有非常多的像我们这样子的朋友，或者说其实说实话，我的这个 circle 全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朋友，所以一是觉得很幸福、很幸运，二是觉得that's the only kind， 就是我会觉得，因为我的这个文化成长背景，我很需要不断的有这种多元的文化、多元的社会、多元的这个社交圈才能够让我感受到 satisfaction 所以其实很多人说你那个喜欢中国为什么不待在中国我当时选择搬到里斯本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有这种多样化的这种文化和环境，有这样的社群所以其实我觉得 identity 这个话题呢有人会说你中国人的根丢了对吧有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这是一个很陈旧的一个说法，对是的但我其实一开始听到有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说反感吧，就是觉得我觉得我的根就是 whoever I am 不我的 identity 就是exactly who I am 18年在国内14年在美国半年在葡萄牙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having that identity 你不一定说一定要是一个什么龙的传人炎黄子孙你也不一定要是一个红脖子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对，因为我现在觉得这个地球，我现在我就从小到现在，我记得我很在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刚到英国嘛，必须要就是学那个 Shakespeare 然后那时候我们要读很多很多就是这方面的文章，然后才就是感觉就是你必须要去 fit in 这个这个 coursework 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图书馆读了，当然我觉得太深了，我当时是理解不了，但是我读了这个Lawrence 就是劳伦斯他自己写的一个就是游记这个 Twilight 他写的就是他在50年前一个人就是游荡这个意大利，然后在这个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然后到了意大利，当时的那个意大利他就说已经就是异国到不行了就在那个就是50几年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感觉像去了外星的人对，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那这个世界真的是越变越小，而且包括我觉得在成长过程中接触了不同背景的人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这个星球就是这么一个小的这么一丁点大在茫茫的这个宇宙当中我们这么渺小，我们如果还去把自己分得这么精细的话我觉得有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一个想法了。现在，而且我觉得损失很大呀，对吧？因为其实我觉得作为第三文化的这个当中成长的人，有一点我们非常受益，就是你真的学到了很多很多的对，收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perspective。是的，然后才会有这种我去哪儿都可以生活的这个。对 Ella 和我其实之前跟葡萄牙没有任何的交集，对，没有。但是你就是从香港选择了里斯本，对，我从波士顿选择了里斯本，并且从来没有担心过自己能不能在一个新的地方扎根，对吧？其他人会觉得很奇怪。就包括比如说我就讲我自己的那个家庭我爸妈就可能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吗但是在我看来我就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完全可能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我还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让我觉得很兴奋的事情对我就是觉得在这样子的不停的这个挑战自己进入新的环境学习新的东西接触新的对我来说欧洲世界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这个环境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让我感受到 stimulation 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说这个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就是 identity 就是自己的自我身份对这个认同我觉得如果就是虽然这句话有点土大家很多人说什么religion is my love no my love is my religion yeah 然后就是 I am a 就是 earth people 就是我是一个地球人然后 love is my religion 虽然有点土这句话很土吗我都没听说过是吗就是所以就是以前很 hype 大家就是觉得 OK if you yeah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就是在 Instagram 什么什么就是觉得another 就这种 hippie 就是很那种但我觉得其实是真的因为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就接触的这么多文化当中我觉得学到最大的就是这个叫同情心吧 compassion 就我真的觉得就是别人这个文化他无条件的接受你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就是他接受你的一切特别是我在巴西的时候这种被无条件的这个接受你就会觉得还会有这么好就是这么好的人就是把你领回家就是来我给你喂吃的对来给你倒水都不认识然后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很多次所以我觉得就是就证明了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是90%的都是很善良的人我觉得可能我觉得还是要去热一点的地方
北欧的文化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北欧我不知道，没住过，我就是我住了1个月，我在赫赫尔辛基住了1个月，托我表姐的福，她一直在欧洲这个芬兰学习和生活，但是最后还是回了上海。也是因为觉得北欧的这个社会真的很有意思，就是他们还是比较 homogeneous， 就是很 individual， 就是或者说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玩。之前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所谓的丑闻，就是叫做瑞典门 Swedengate， 在这个 Twitter 现在叫 X 上面，就是大家开始突然分享或者就是 bitch about Swedish people，就是讲他们其实很排外，或者说就是不会真正的对你敞开他们的这个社交世界，所以在瑞典的这些留学生啊什么的，往往都是跟其他国际学生一起 hang out，对，就包括瑞典人如果要请你去他家的话，是一件很少见的事情。这个好难理解，确实。对，其实也挺这个 shocking，right？因为绝大部分人觉得尤其我们国内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就说北欧是我的这个未曾相识的故乡之类的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北欧的这种文化，包括他的这个生活条件等等，都是就是很向往，很令人向往。但实际上北欧完全不是完美的，北欧的这个文化当中有很多这些并不一定适合我们的东西哈。所以其实 Ella 和我都是更适合南欧或者拉丁文化这个。对，我现在觉得就是如果你让我回英国，我可能还要反思一下，但是我在这里我就觉得非常的舒服，就觉得很 liberating， 就觉得很就感觉打开手那种感觉，对，真的就是对。然后跟某一些就是比较 rigid 那些文化比起来的话，那简直舒服太多倍了。对，是的。然后当然我觉得就像现在你刚才讲的这个北欧文化，然后就是可能会觉得，特别是因为我觉得中国我们还是很讲情感的，对不对？对，我们是人情味啊，都还是很浓。我觉得中国是属于一个人情味很浓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对。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到了这种就是比较我不知道就是观众们对比较冷，然后或者是假，对，或者是假，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德国上班，然后生活也好多年了，然后对他们来说这个融入也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就是甚至有朋友是非常努力的在学习他的语言，然后但是你要说就是真的融入的话，他也觉得就是他说学了这个语言没什么用啊，就是没人跟他讲，就是街上也不是我说你能不能找老太太跟你说，他哪个老太太跟我唠嗑？我告诉他一个秘诀，养一条很可爱的大狗。对，别说老太太，什么年龄的妙龄女子全都要跟你来要电话。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看那个就是突破点，就是我当然希望就是大家如果在 struggle 这个问题上，就是融入的这个问题上的话，看能不能找到这个突破点。并不是说所有的文化就是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我觉得就比如说我想问问你在拿纽约波士顿或纽约来做例子的话，有没有觉得如果能找到自己的一个 group 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其实这个我还真有一个故事想说哈，就是我上1个月其实刚刚回波士顿7天，回了纽约3天去看朋友，处理一些事情，然后我发现我在波士顿的时候见的这些老朋友全都是中国人或者华人，而且现在33岁的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就是当你的周围的这个最亲近的、最合得来的、最给互相价值的这些朋友，都是跟你相同 identity、相同背景、那个相似的这个成长的人，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这个你要是让我大学的时候去感受，我会觉得，我有点ashamed，you know, I feel like 我为什么只跟中国人 hang out？我好像发一张那个 IG 的 photo， 我会觉得我也有这样 ，right？我会想说，我想要发我跟白人在一起玩。对，我小的时候也会有很严重的这个，对。但是现在我就是全是中国朋友，特别开心，我特别开心，我也是啊。我现在觉得有自己的这个文化圈子是一种骄傲，非常骄傲，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很优秀，非常优秀。我现在完全不能忍受什么，我不能忍受，我就那天在跟我一个在这边的一个英国老爷爷跟他讲，我说他也不能忍受了，然后我说我不能忍受，我现在回到英国。走到一个 pub 里面，然后这个人过来跟我聊天，然后我说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什么？去过曼彻斯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天哪，那就这样子的这个我要想分享一个事实哈，我身边有朋友是嫁给了这样的白人在英国。你怎么跟这样的人生活？他根本就不知道，还生了孩子，他怎么尊重你的文化？不可能的，就是他很难，他连就是你会觉得在他一家人当中都好像受委屈，他整个家里面的人都会拿你那个 COVID 来开玩笑。哇，对呀，
然后我就觉得说什么年代了都，我不喜欢这样子的人，就这样子的，就是这种很 entitled 的这种白人，我觉得就算你开玩笑，不是这不仅仅是 entitled， 这是 ignorant， 对 ignorant， 对啊，我认识很多这样子的，也不是很多吧，我知道有这样子的人，然后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开玩笑，我现在也会就是开回去玩笑，我会反开他的这个玩笑，就是要怼回去，因为我会有不服气的那种，因为我会觉得就是他们点 color CC， 对那样的感觉，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现在我觉得很过时这样的想法，说实话，对，所以就是如果以前还会觉得白人的都是好的，对，现在发现，其实我想说就是，我现在发现为什么融入或者说无法完全融入，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同感哈，尤其大学啊、商学院的时候，我发现美国的学生确实就是没有。这个国际学生这么的优秀，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录取的 bar 就是不一样的，国际学生就是更严格，本土学生就是更好进一些。那他那些从小都是没有离开过这个social economic circle，我没有离开过这个州去生活啊，他的周围的圈子全是什么律师啊、什么的父母啊都是律师、医生之类的，然后他的世界就很小啊，对吧？不管他的世界是有多高级还是低级，他世界就很小，他没有一些背井离乡的什么故事。对，我觉得这样的人你不要嫁，不要找，真的。如果你是一个对文化就是很看重的话，这个很痛苦的，因为他的家庭不一定能接受你。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妈妈这边是法国人，爸爸是中国台湾人，然后他的这个姐姐找了一个黑人，非常聪明而且很有实力的一个男孩子，然后他们俩结婚了，生了孩子，生了3个孩子，到现在他的外婆这边完全不认他们，就是法国的，对，完全不认他们。然后他们对他们一半华人的这个基因已经非常就是厌恶了。然后经常说你只有这样，他跟我说小时候他去看他外婆，他外婆说哦，你只有这样子才更法国一点，你要这样做才更法国一点。他从小就很叛逆，他觉得哪来的优越感是吧？对，就是那种优越感。然后呢，但是他们又还是算是比较孝顺的，就是2姐妹，然后就也会就是说经常会去看一下外婆。但是他外婆就是对姐姐这边就非常非常的痛恨，就是连面都不能见。那妹妹找了一个什么样子？妹妹的老公是意大利后裔的法国人，然后就没事儿。又把这个血统给调回来一点，是吧？对，所以就是这个是非常，当然他说他也不觉得这个小孩很可爱吗 ？Blasian， 他都不想见。Call Blasian， 对他这个三个小孩子很可爱，我下次给你看照片，就长得又有中国血统，又有非洲血统，又有这个白人血统，然后很奇怪，就他们这长相，然后你会觉得就是哇哪里来的就这种血统？我们不是说混血儿好看啊，但是混血儿它所代表那种文化的融合，对，it's a beautiful thing， 对 ，it's a blessing， 对啊。然后但是他就说反正我外婆外公也没多少年了，再忍一忍吧，酒庄传给他们就好了。对他倒不是，他是有那个农场，就是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像对他们来说，就是也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就是然后因为你每个圣诞节都是不快乐的嘛，对啊，都要吵架呀，都要怎么样，就是关于这个。可是你这个朋友的外婆如果像那个你是活120岁怎么办？对，这也是对他去年没有，他前几年已经说他外婆已经很老了，然后但是最近他说又要回去看他外婆，我想对 that's you there， 哇不过这个外婆如果心里一直 hold 着这些 grudges， 她一直不开心，一直这个心眼那么小的话，应该不会活120岁。对他的那个就是我在想，这个生活质量也不会很高啊，你连自己的一直在念着别人，对吧？而且你的孙子怎么说外孙吧，外孙女这些这么可爱，然后都不想见，都是想拒之门外，然后会吵架的那种，会赶出去，就是我觉得太受不了了。是的，对。然后，所以刚才要讲这个话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睁开眼睛，雪亮眼睛，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要冷静、有见识的，要有见识的，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必须要他对文化的这个包容度要很强的，才会有你才会有这个幸福感。是的，而且我上次在我一个视频当中也说到，就是光是travel the world 有去过全世界各地还不够，他还要有这个包容度，对，你让一个就是自己以这个。美国自己的文化为本位，他去世界各地去 judge against his standard，那他也不是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人。对。所以其实说实话，这一点欧洲确实好一些哈，因为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特别的这个 dominant，他们都是从小环境比较多啊，英国对不算对，不要去英国南部某地。
要曝光一下这个城市。但是呢，美国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我最大，这个其他国家都没有什么价值。美国是很严重，对，导致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整个国家的人的全球世界地理的知识是非常非常差的。确实听说就是在美国那个州里面的那些州，确实他们只知道，就对他们来说就知道自己的州已经很好了。对，可能其他州他都不知道，就像我们去了外星一样的感觉。当然，我也想说，其实我们这样子的背景是一个极大的特权。对，不管是运气所成的，还是怎样自己的努力也都有吧，对吧？但是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是一个极大的特权，包括我们能够看世界、能够走世界这些能力其实都是 I feel lucky。对，我也觉得很幸运，非常幸运。我有朋友就说，他说你这辈子就是30多岁都活了别人很多就几辈子，像活了几辈子。对，还带着狗啊，是啊，我们的狗都是，你的狗是从香港飞过来的，对，我的狗是从美国飞过来的，对。以前努努就是我的就是第一个狗狗还去了，就是跟我全世界走，从最后还回到中国，从巴西、英国出生，法国长大，巴西，然后回到中国，最后在中国就是养老，然后送终。所以很幸运，很幸运。对，这一生就是很多人都不能想象，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包容度，就是对，还有你对别人的这个包容度，就不是说自己好像觉得我去了，就是那个 passport 上面 stamp 了很多个地方就已经够了。是的，对。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就是对文化的这个理解，对你用怎样的一种爱去看它这个文化。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们是一对巴西夫妇，他们在中国待了十多年，然后在深圳，然后他们对中国文化，他们走的时候是非常不舍得的，然后而且他们就是对，就是他们都就中文也我觉得讲得非常好的，就对就是这样子的家庭来讲的话，他们的小孩就是很流利的中文，他第3个儿子就是基本上是在中国长大的，那他们在深圳待了这10几年，他们就觉得非常就像自己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对最后离开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伤心啊，就像我们和我们的葡萄牙。对，我希望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对，是的。不过刚才我们也已经讲到了，你给了一个建议，说不要去跟这样子的人结婚哈，就如果他的家庭背景包括他自己没有见识过，或者说不愿意接受。那我们来说说我们在 dating 当中，因为我们自己是第3文化的小孩，对，我们partner 也是第3对，是那其实我们可以讲讲我们在 dating 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些文化的差异。我觉得有很多，如果从我的这个我先生，我觉得我先生还我觉得你的这个就是故事是会多一点点，对，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所以呢，对，我要想想哈，在这个 dating 上面的话，我觉得我先生我们俩最大的差异，我觉得在刚刚开始应该是这个语言上面的这个差异。他确实到了中国之后，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冲击对他是很大的。对，就是看什么都看不懂，然后他要去记那个长得像那个画，就比如说中国的中，太难了。对，他就说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符号，然后中间还有一个东西要穿过去的，对他来说就像一个雪糕，对，或者是一个 skill， 一个串的，这么麻烦也就认识。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串是怎么写的 ，Oh my god， 他就觉得哇塞，这个太形象太神了。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这个以色列朋友，他是在深圳，他的这个文化融入能力，他中文剧，他现在还主持节目，对，然后就是用中文写作。他的那个我妈就是见到他就不敢相信，就是他的那个中文水平简直就是我不能形容，就是他的这种语言能力，而且他思考都是用中文在思考。哇，对，这个也是就是。不过其实我也想说哈，这也是我们文化强大的一个标志嘛。因为你想，其实如果说你把这些所有的词换成英文，我有一个外国朋友，他的英文是非母语，但他现在不仅能够用英文主持，还能写作，还能够这个做梦也是用英语做。其实这样的人是不少的。对，我觉得也是因为你的国家的这个强大了。对，你的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这样的你的这个以色列朋友的情况是少数，实际上未来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啊。对，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毕竟我们的这个文化传播力量很大，现在多大？包括这个经济体的这个体量吧，对，其实是非常吸引很多人。对，很可观的，这个全世界应该是最绝对在。对，你去义乌看看。对，那你觉得你碰到一些语言上的这个障碍是吗？就他碰到了语言上的障碍。对，他是碰到了语言的障碍，然后呢，我觉得在文化上面还有就是可能刚开始对什么鸡爪呀这些是有障碍的，对不对？我不知道那个就是你们
们家那位是不是对这个有一点点，他不是那么而且他还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嘛？对，他没有，对啊，而且所以我觉得，但是他已经很努力了。我看他他已经吃的很奇怪了。对，什么蒜蓉凉拌黄瓜来，然后筷子也用的很好。对，都吃，血什么都吃。是，我觉得像那个像我先生，我觉得他的这个食物是在中国慢慢爱发。他以前根本就没吃过什么正规的中中国菜都骗人的，对他们说炒个面就以为就是 everything 了，对不对？然后但是这个真的是到了中国的话，嗨狗狗，狗狗 come here， 醒了，哎呀，狗狗醒了。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到了这个去了中国，真的去了那些吃了那些最好吃的那些，比如说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他鸡爪他现在爱吃了。对，我的绝大部分的这个约会的经历都是在美国，因为我那段时间都在美国。然后呢，美东这个地方哈，就是说实在的，跟我大一的感受的区别也不大，就是其实很同质化。怎么说呢？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真的没有很有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的一些朋友，他因为生活的这个所见所闻有限，他的这个 perspective 肯定还是有限的。就反而如果我去遇到很多像你这样的生活的背景非常有意思，有很多人生的故事，那你的人就是有意思。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不管对方是几岁哈，这个他的见闻、他的这个见识与他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包容度、好奇心等等，其实真的很难说。甚至你觉得非常高端的所谓这些精英人士，学校再好，工作再好，你最后发现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美国本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 turn off。对，我就会觉得超级不吸引人，就是就让我觉得所以。然后另一点呢，就是在美国，我觉得这个至少在我经历的这些感情当中哈，这个大男人小女人的这种dynamic 这种形式还是比较多的，就是他们还是很需要自己是更强的那个 partner 这一点我就说实话，我觉得我也比较难接受因为我没有办法去示弱，对吧？我没有办法去装，我也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当我觉得感情当中我开始强了起来，就是我事业成功或者怎么样，就对方好像是一种威胁所以这样的情况我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反感那再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这个我碰到的这些男性，他可能生活在比如说他的圈子是一个精英圈子看上去自己也是一表人才履历上看上去是非常的优秀，但是实际上遮不住的是他内心的一些深层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我觉得是大家也需要去改变的东西但是这也不是我的责任。如果说你内心有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自卑等等，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去为了你的生活质量，为了你的情感质量，你要去解决。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阻碍。对，但是到了欧洲以后，我的时间可能还不够长而且我其实到了欧洲很快我就遇到了我现在的这个伴侣但是有看到很多人羡慕，对我的朋友们，单身朋友们，所以我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点一个就是我自己的改变，就是我到了欧洲以后，看到这边的很多的这个男性，他没有很好的学校，因为欧洲其实没有什么名校文化他没有上过那种哈佛耶鲁也没有去做那些极高端的这些工作对吧？但是他有很有意思的成长的故事他什么非洲住过，欧洲很多国家住过做过很多不一样的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兜里没几个钱但是我是觉得跟他们聊天跟他们交流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趣就这一点就让我发现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对方是名校毕业或者工资有多少工作有多好实际上他这个人他的背景他的文化他的这个见识才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东西。对对，所以其实当然最后你可能跟这个有趣的人聊完之后你要 AA 这个是在欧洲约会的一个代价。对，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 AA 但是我甚至有朋友希望你别生气我甚至有朋友他自己愿意，他说他愿意跟 AA， 我说一杯咖啡难道也要 AA 吗？他说他觉得没什么那中国女生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去接受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大不大度我觉得如果说非常刻意的去 AA 或者就是因为确实有些情况你会觉得好奇怪对但是如果说是很自然的 AA 的话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不过说实话美国其实第一个 date AA 的话是对我来说是比较少见的就在欧洲倒是觉得比较正常对文化的不同吧还是我之前说的就是上下文是不一样的对不能就是跨文化去解读对。我现在觉得越来越大的话我觉得自己对自己就是这个文化的
我现在有一种就是文化骄傲，我现在就非常自豪告诉别人自己的背景啊，就是所以我就说你是哪里人，然后大家看不出来嘛，我是很骄傲的，我是中国人，然后我用各种语言说中国人，然后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还是有那种想去靠拢另外一个文化的，他们在交往就是男性就是亲密关系这个交往的话是非常是想去靠拢的。我今天想到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哈，然后估计他也会看，然后是我一个朋友，他呢就是以前在英国的时候，他 date 过，就是也是大部分可能是白性白人，所以白人男性。然后呢，他也 date 过这个 BBC， 就是在英国长大的华人，土生土长的。然后呢，他有一天他会说这个人真的特别特别好，但是我不想跟他交往了。我说为什么呀？然后职业也不错，不知道是医生还是怎么样子。他说我去他们家，我突然打开他的冰箱，发现有一瓶老干妈辣酱。Oh my god！ 然后他就说我不想跟他交往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如果是我去到一个就是英国人家里面，如果发现他有一个老干妈辣酱，我会觉得很有新意，就他很喜欢各种文化，但他就不能接受这种就是好像男性有这种就是比较就这种，他觉得可能是一种土气，可能是对。然后我觉得也是很逗的一个想法。对，我小的时候也是拼命想把自己，哪怕就是很怕别人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份跟他们有不同，对，非常想靠拢，就是因为你拼命的想接触，因为是移民嘛，你自己就很想被人家赶快接受，恨不得就人家就说行了，你就是我的了，放包里那种。对，然后所以希望听到人家说you're just like us， or 对 you speak like us， 对，你 behave like us， 就是那种。因为我在想，我不知道在这个餐桌文化上面，大家有没有就是中国人，大部分的中国人就是吃饭啊这些都在餐桌上礼仪是有另外的一种很不一样。对，很不一样。我不能说它是好是不好，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这种 tiny， 就跟那个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印度朋友，他说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微妙的东西，他自己都意识不到。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在 annoying 别人，他说但是这是他们的文化，就是他已经几千年都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要给他硬挑出来，别人可能会觉得我是这样长大，对不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就是餐桌文化上面的话，我们国家跟别的地方是很不一样。但是我现在在想，我以前是很接受不了的。我以前会想到为什么大家都能够吃饭不要出声音或者怎么样，但现在我觉得do whatever you want。对啊，但我还是有一个 pet peeve， 就是一边嚼东西一边说话。我觉得 there are some lines to be drawn。但是你说到这个餐桌文化，我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和我的 partner 的一个摩擦点哈，就是他吃饭的时候，欧洲习惯就是食物凑到嘴上，对吧？就是比如说他从这个碗里舀出来一个什么汤汤水水的，因为我们吃饭吃的是很多是fusion food， 汤汤水水他就把它提到自己的嘴投不动的那种。对，那我看到我当时就好紧张，冷汗直出，因为裤子那个衣服，对，就是什么油滴子，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也是有个梗哈，就是说那个衣服上经常滴到，他真的就是这样，每次一买一件新的衬衫，第一次一定是会就滴到。但我吃的时候呢，我就会凑过去，对吧？然后那个嘴巴去靠近你的食物，这个确实是跟我们两个的这个从小学习的这个文化，餐饮文化是不一样的。但问题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食物变了，对吧？如果说是他本来小时候吃的那种东西是干的，对，他用叉子可以插得起来，对，那他送到嘴边不是问题。对。那我们可以最后给大家讲几个我们眼中一些比较特殊的文化吧。就是让你觉得有点惊讶到。对，就是一些 surprise。对，我讲一个我想到哈，就是有些地方的男性是坐着上小号的。坐着有身边有吧？有，我有很多好朋友，就是他们我们会分享这样子的，然后会说自己是坐着就是上厕所的。你觉得奇怪吗？一开始？我刚开始，当然我在第一次听到了，我会觉得有点奇怪，但后来我反而想一想，对，很有道理。对，解释一下原因就是有一些国家，就比如说可能北欧的，就是欧洲北部的这个国家，他们说在公共厕所后面会有一个贴的东西，就是说教男孩子，就是学校男孩子应该怎么上厕所，然后最好是坐着用马桶，因为这样不会把那个就是溅出来，然后这样子就让保持干净嘛，主要是为了保持干净。然后呢，而且声音也不会太响。我发现男性坐着上小号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对，没有声音的。女孩子还会有声音，真的是TMI，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对，但是就是但我后来想想，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对，所以现在 Ella 家里有一个要求，就是男性的这个客人，对，然后我就坐着，对，我就会在想，我家有没有坐着上厕所，我心里会去想一下的这样子，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干净，真的是卫生。如果不介意的，可以去尝试；如果不介意，因为我觉得真的卫生很多，就帮下一个减轻很多负担，对吧？特别是在
在 COVID 还有期间关着马桶盖冲。哦，对对对对对，我也，你家是吗？我们没有养成就是一定要这样子的习惯，但是 it's a huge thing。是我一直都是关着嘛，我是在日本学会的，就是我怕就是我的所有，我那时候在他们家住了2个月，然后我一直是开着马桶，然后他妈妈、他姐姐、他爸每次都帮我关，后来我们学会了，他们从来不会跟我讲，然后就是我觉得他们很 nice， 就是后来我学会了，我觉得哦天哪，好丢人。对，还有一个 fact， 我就觉得就是在欧洲的这种 AAA 的，就是比如说在中国，比如说你会看到父母真正买单呐这种，在这边不可能有的，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不知道这个文化到底是好是不好，我说实话，我有的时候觉得好，穷，所以没有人抢着买单。对，哪怕有钱的他们也不会有这种，就是跟自己的子女都分得很开的。对，就这个也是我来到这边就是发现有就是很多就是比如说父母今天请了的话，那儿子会回去可能说把这个钱再打回来给父母呀。然后美国也有相似的情况，是吗？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经济的关系，在中国人看来是非常奇怪疏远的。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个 hospitable， 或者说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礼仪。对，在广东就是在深圳，就甚至就比如说有因为我是在深圳宝安哈，那很 local 的一个地方长大的，就本地人较多。他们甚至是比如说你在外面喝早茶，然后你碰见了认识的人，他会偷偷的去帮你把单给买了。哇，对，这样子的这个习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压力好大。如果我碰见了10桌，然后我要把他们，对啊，就破产了。各有各的好嘛，对吧？你每次都结了 AA， 那你就之后没有压力。对，我觉得就是说，在第三文化长大的，就是或者去了不同国家的，可能 AA 也是一个就大家新起来的一个习惯，我觉得很好。对，我个人觉得，你呢？每次结大家就没有压力。对，没有压力。对，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经济财务的能力都不一样。对，你看像国内这种情况哈，就是有来有往，对吧？然后一段时间下来，你可能积累了很多这个支出，就是送给别人的，比如说份子钱啊等等。对，导致我妈现在如果要催婚的话，她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她要把她的份子钱拿回来。其他的原因倒还好，觉得无所谓。对，国人要给红包啊什么这个，对。我从来也要演一场婚礼给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在就是过年过节要给就是很多压岁钱的红包，我觉得压力也很大。对，我妈每次都是说，你看你没有小孩，我们拿不回来，对，亏死了，真的是大亏。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经济财力不一样嘛，我曾经有朋友在英国 date 过一个就是比他那个财力那是他的5倍，但那个男的也要求他就是跟他就是好像1人1半，那就很不公平的。这个他那么一点钱，怎么去跟这个就是5倍的这个去？就比如说你要出去，那个男的又想去很好的 holiday， 那怎么可能呢？对啊，这个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我们也可以拿出来讲，就是之后可以有就关于这个就是在关系当中，就是这个怎么样分配这个经济，对不对？对，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三文化可能就讲到这儿，对，主要是快没电了。对，好了，那今天就说到这儿，大家下期再见。OK， 再见，拜拜。